那我们再来看看美国，那当然大家过去呢对美国的印象不错，可是现在美国的一个大城市洛杉矶哦，如果你再到那里去看，可能印象会差很大。洛杉矶呢，最近陷入了这个震爆的一个状况哦。那当然一开始是要这个驱逐移民嘛，那后来变成了一个警方跟民众啊互相对峙的情况。采访记者哦也遭殃哦。我们看到这个画面，这是 CNN 的记者在抗议区做报道，结果突然有一名震爆警察出来画荧幕上您看到哦，就这个盘问他，并且把他的双手哦。放在背后哦，把他给这个抓住哦，然后带出抗议区。所以我觉得这也很不解哦，因为照理说他应该有各种记者证或是证明啊，为什么警察把他这个双手这个放在后头，这样把他抓走哦？这件事情蛮奇怪的。不只是这样哦，还有不少的民众、还有警察以及这个记者哦，被警察给射中包括头部啊，还有脚哦。这个是《纽约邮报》的摄影记者。哦，他被远景从70米之外发射的橡皮子弹哦击中头部，虽然是橡皮子弹，可是这够呛的哦，这个击中头部他当场倒地。另外，我们看到呢，中国大陆的新华社的记者哦，2度遭到催泪瓦斯击中哦，一边报道一边咳嗽，因为这个也很不舒服。那另外还有一名记者，新华社的，他是遭到橡皮子弹击中哦，在小腿这里哦，有一个很鲜红色的弹痕哦，非常的明显哦，这应该也非常痛。那这位女记者，她是澳洲9 News 的记者，她在连线的时候被一枚橡胶子弹击中她的腿，而且看起来这个警察哦是瞄准她发射的哦，从画面上看起来，你看他是背对警察，所以这个也蛮离谱的哦。所以澳洲政府已经跟美国政府交涉，因为感觉是在攻击记者。那另外，川普哦就说示威者都是畜生哦，我要解放你洛杉矶，那军队会待到和平为止。所以这是一场内战吗？还是类内战呢？哦，看起来的确哦，这个执政党包括这个川普的手腕真的是铁腕哦。你看到《华尔街日报》就报道，白宫负责移民政策的副幕僚长米勒啊他5月底因为不满说你驱逐这些移民的速度太慢了，人数也太少，所以他下令这些海关还有移民总署的人到大卖场还有便利商店去捞人，去看是不是非法移民，然后把他逮捕。所以洛杉矶的民众很生气哦，所以这是上街的最主要的原因。原来他这个原因是其来有自哦，不是说莫名其妙就一堆人莫名其妙跑到街上去哦。川普呢派了4000名国民兵、7000名陆战队到洛杉矶五角大厦证实已经烧掉了40亿台币，因为这些人要吃、要喝、要住，还要给他差旅费用哦，所以这个花了很多很多的公帑。那现在洛杉矶呢宵禁，我们看到美国的新危机是不是来了？这是洛杉矶的市长巴斯，他说要实施宵禁哦，恐怕会持续好几天哦，所以洛杉矶现在是一个紧急状况哦。我们看到像是苹果电脑啊、艾迪达这些商店呢都被洗劫一空了，这应该是在 shopping mall 里面，还有一些小商家哦，你看到很多民众趁乱打劫啊，就把这个商家的玻璃打破啊，到里面去把这些货品啊给拿走哦，洗劫一空。其实洛杉矶在疫情期间，像是旧金山也曾经发生过像这样的打砸烧的事件。而另外，国土安全部的部长他说，民众收钱参与抗议，他直接把这些民众打为说你是拿钱办事的人哦。那证据在哪里呢？不知道。可是他就说这是有组织而且专业的操作。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这个川普上任才5个月紧急状态就有8次了，外界就质疑他是不是在扩权，因为包括能源、边境贸易，川普不断的说，我们这个是紧急状态所以呢，已经不紧急了，他还在紧急状态。专家就强调，这些行政命令赋予川普额外的权利，而且国会已经认定这些权利不适用于非紧急情况，他这是在滥用，包括关税政策也一样，就国家遭到了紧急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要用关税来对付其他人。那关于洛杉矶骚乱事件呢，透过民调大概有接近一半的受访者反对派遣海军陆战队支援联邦机构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很多人呢都说在警告国家正迈向第5阶段危机，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走向内战的风险。那我们看到呢，当地的这个州长是由民主党执政的纽森已经跟这个川普隔空叫嚣好几次了两个人在隔空在喊话那我们可以看到川普他直接说。我礼拜一有打电话给州长啊，我骂他一顿了。可是纽森说你见鬼啦，我根本没有跟你通话，连语音留言都没有，你什么时候打电话给我的这个乱讲一通这两个人各说各话嘛所以媒体当地的媒体就说，2028的总统大选已经提早开打了纽森模仿川普巩固民主党内的地位如果假设纽森真的被逮捕了，他戴上手铐被带走，反而会让他一举成为民主党的烈士。来，老师，美国的警察本来对于记者就不是很友善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很多媒体记者中弹的证据显示出来，他们警察是故意朝着记者打的。对，像澳大利亚的那位女记者刚好摄影拍到了，那个警察就拿起枪来，砰一下就把他打下去了。打到他的腿上，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太多的例证，就是美国的警察就直接攻击媒体记者，不管你是本国的媒体、外国的媒体，照打。这个最主要的因素在哪里？就他不在乎，因为他主要看的是他们的长官同不同意他这样做，或者是会不会包庇他这样做。但是美国基本上来讲，他们的行政部门对于警察也好，对于军人也好，他基本上是护短的。所以你看，美国的军人在海外胡作非为尤其是在阿富汗随便杀人，基本上不会有事。在日本，那么对于女生这样的一种侵犯，基本上不会有事。了不起就是一个很轻的罪，而且通常在日本不受当地的审判，因为他有司法豁免权。移回美国的本土来审判的时候，绝大部分都是轻轻的放下就没事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护短，他们的主要的目的是要巩固他们的军人对他的效忠。但是问题就在于他不在乎他的形象，因为什么？因为有太多崇洋媚外的人。台湾就是嘛，民进党不是每天把人权挂在嘴中吗？把新闻自由说媒体的这个采访权是要捍卫的。他当初在野的时候多支持结果他执政了以后，他对媒体记者是什么态度？你看看他到现在对美国的内部的动乱，他一个字不讲，一句话不敢说；对于攻击媒体记者，一句话不敢说。这就是什么？崇洋媚外到极点嘛。那我们再来看看川普的目的在哪里？川普的目的其实整个来龙去脉越来越清楚了。从上礼拜5一直到现在，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就是川普的团队就是故意要挑起这个矛盾，挑起矛盾，激化矛盾，扩大矛盾，然后让整个加州民主党的重镇陷入瘫痪。陷入瘫痪以后，整个动乱一直在蔓延。好，他用军队接管，所以国民警卫队从2000人、2100人到4000多人。然后海军陆战队从500人到700人，就这样一直进来了以后，现在的情况就已经是国民警卫队跟海军陆战队接管了整个治安，那警察变成靠边站了。所以纽约州的州长的权力事实上已经被川普所架空了，这就是一种预谋，一种筹划。那川普现在变成是很多的共和党的州，其实在蔓延的时候，你看他们就预先调国民警卫队。所以现在变成是共和党的州长，他预先指挥国民警卫队，所以显示出他很有能力。可是民主党他们是反对用国民警卫队、用军人来镇压这群老百姓，应该由警察来去处理，因为警察接受的训练，他就是会制服嘛，他会有方法、有技巧来去制服这些暴动，平息这个暴动。那军人基本上来讲，他不是警察嘛，他被训练出来的是杀害敌人嘛。那一旦军人进入这个战场的时候呢，他基本上来讲，一旦被激怒，他很容易的就拿枪就打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理念的兵种嘛，一个是军人，一个警察，一个维持秩序，一个是要杀害敌人的。你把军人用来杀害自己的老百姓，这个不可以的事情，所以你会看到民主党大部分是反对，但是反对他就用军队
用国民警卫队来架空你，是你支持的共和党就说，你有能力，民主党就变成没有能力。是来宾哥，表面上这好像是一个为了取缔非法移民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暴乱，那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政争了。基本上就是民主党跟共和党的价值出现了一个斗争。那川普这样的用意也是借机打掉民主党未来非常可能成为共和党敌手的纽森，目的就是在这里嘛。所以本来这件事情需要用这种方式处理嘛。当然这些非法移民的抗争什么东西，甚至出现零元购、打砸抢这些东西，这绝对是错误的。可是问题是，如果一开始不用这么急躁，而是相对缓和，给加州政府、给洛杉矶市当地一点时间，让他们用基本的警力去解决，然后中央不要催促的这么急，其实暴乱的情况应该不会到今天这么严重。那可是为什么要这么急躁？我个人认为是川普有心想要造成，他就是故意的，他就是希望造成这样的，因为他知道美国其实很多人对非法移民是有所反感，而且他也很清楚，这些非法移民一旦这个整个抗争失控之后，他们会做出很多这种打砸抢的行为，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铺天盖地把这些打砸抢的这一些画面到处播送，就可以激起很多美国人的反感。这就是川普要的东西啊，然后可以让他用更大的权力。不然的话，说真的啦，你都已经调了2000国民警卫队进去了，这个暴乱真的国民警卫队没有办法处理吗？你有必要一定要派700海军陆战队跟另外剩下的其他的美军正规美军去吗？毫无必要嘛。而且你到现在有看到这些抗争的民众，除了石头啊、砖块啊这些东西，他有拿其他的武器攻击警察吗？也没有啊。所以你有什么动用军队的必要？但是川普这个人呢，你如果一般的人，一般的美国总统会认为说，这种事情我干嘛动用军队？而且美国史上没有人这样做过，我不会做。可是对川普来讲，正因为美国史上没有人这样做过，所以我要做。我觉得他的思考跟我们一般常人是不太一样，所以他搞不好觉得说，我就来做一次给你看，而且我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个这样做的总统，而且我成功弭平了叛乱，这样子他觉得自己让美国又 MAGA 又再次伟大。可是这个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选择，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洛杉矶，接下来你要知道民主党控制22个州以上，那这些地方会不会一个一个都挑起暴乱？这个就很难说了。因为川普这个东西只要稍有处理不慎，可能会变成一个蔓延全国性的这样的一个动乱。那这个动乱到最后会不会演变成美国内战？这个谁都不敢讲，一定不会。而且川普挑了一个最不好的时机，什么时机？你跟国外的关税战还没打完呢，你让全世界经济陷入动乱了，你让美国人现在已经看不到未来了。当我在看不到未来的时候，我周遭的基本生活都没有办法顾到的时候，你知道人们会做什么选择？通常就会铤而走险。因为我没有办法保障我的生命，没有办法保障我的财产安全，就会出现非常多的这种躁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是非常危险的。历史上很多的暴乱就是因为经济状况不佳，然后整个社会前景不安，然后就出现动乱。那我觉得身为一个总统，自己主动想要挑起这种动乱，我个人认为是非常不智的。所以正常来说，他的幕僚应该要劝川普在稍安勿躁，先不要做这样的举动。可是川普显然又在玩他极限施压那一套，你看哦，他现在急急忙忙就先把军队直接调进去，虽然还没有直接开始介入动乱，但是我就是故意威吓你，就是要恐吓你说你们再不动，我就要真的动军队了。我觉得川普老是玩这一招哦，到最后会为整个美国带来非常严重的危险，也会投下太多不可知的变数。将军。其实刚开始我觉得川普这件事情从头到尾可以说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就是他没想到收获这么丰富因为刚开始可能只是他的 ICE 去抓一些非法移民，因为他们给的这个要求的标准很高，所以你一天要抓到3000个非法移民啊，所以说这个 ICE 他们就拼命去抓，到处去捞人。那尤其是最容易捞人的地方就是佛州嘛，因为佛州有很多的这种从墨西哥过来这边打工的啊，包括到果园去摘果子的，在餐厅后台，他还不能在前台，前台他当服务生会被发现，他就只是在后台洗碗或者做清洁工啊、割草这些工作。那佛州是最多的嘛，所以他们 ICE 就到这边去抓人。
就没想到抓人引起暴动，暴动以后到现在为止34天之后，大家知不知道？结果我们现在民调这边数据是说有47%反对派兵，但是美国另外有一份民调是说支持这个川普做法有23%哦，他反而获得政治上的红利哦。最明显的一个人就是马斯克，前几天还跟他吵架，现在来讲为这个事情他力挺，他也赞成川普的做法。从马斯克的表现你就知道，美国其实有很多人实际上对这个移工是抱着有敌意的这种心态在处理移工。可是我这边要替移工讲一句话，你知道这些移工到美国去打工来讲，他虽然说是非法移民，他没有签证，但是他有交税哦。他跟美国谈的条件是说，我一样交税，交几年之后你就给我一个工作签证。但是川普因为他觉得他现在来讲，他获得了在民调一调查结果，再加上马斯克认同他的做法，他认为他巩固了极右派，也就巩固了民主党共和党的内部，所以他会更加的这种加强这个力道，加强派兵或固守在这个地方，主要就是激化对立。当然我们也看出来，当你激化对立来讲的话，你会短期可能获得政治上的一些红利，可是民主党也会变成更团结。我们看到纽森这时候有可能就纽森可能变成民主党的一个共主，如果他坚持对抗下去。那我试问一下，你川普为了自己个人的一些政治上的红利，你自己就要把自己整个美国这个撕裂吗？撕裂成完全是共和党跟民主党吗？但是你不要小估这个川普他真的会这样做。他为了他政治上红利甚至他身边有一群人。第一个，他们意识形态本来就是反对这些移工；第二个来讲的话，到底下一任总统谁选？这个可能他们已经开始在做盘算，因为川普很特殊的，他不会再选下一任。这时候会不会是这个我可取而代之的这些人，反而会加强这种力道，希望在政治上获得红利？当然了，我觉得这是结果，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大概目前看到这种民调结果，就是往两边靠拢。这个共和党这边会更团结，民主党这边也会相对会更团结。那你说川普不懂法律吗？我跟你讲，川普他是选择性的选择性的适用法律。怎么讲呢？他绕过纽约，绕过州长派国民兵这件事情，其实他自己做过。在国会暴动那时候，大家要问你，你是总统，国会暴动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派国民兵去镇压、去处理暴动？他说，我要经过州长同意。那时候川普他就不派国民兵，他说要经过州长同意。那这是为什么？你就不经过州长同意，你自己就强派国民兵、派军队，甚至派陆战队去镇压呢？所以我觉得我们后面整个看吧。我觉得这个美国这把火才刚开始烧，后续还有的热闹看。是啊，川普不管是对内对外都不断的在开辟战场。对外美中的谈判现在呢看起来第二回合有一个初步的结果了，这是在伦敦我们看到呢中美两国的这个谈判代表从白天谈到黑夜，最后达成了所谓的共识原则框架依照日内瓦的内容日内瓦不是有谈判吗？这个内容达成共识，还有原则框架，可是还是要回去向各自的领导人进行汇报。两个人川普跟这个习近平点头之后呢，才会着手去做。那商务部部长，这是美国的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也说大概差不多认同这个所谓的李成钢中国大陆的首席谈判代表的说法，并且还说希望稀土矿物磁铁这个问题也可以在这个框架实施获得解决。那外界现在盛传，最后可能是用晶片换稀土大家都说是不是有可能中国大陆把它的稀土的管制给松绑？那对于换取它的晶片的一些技术性的一个杯葛跟松绑那两边都可以握手言和，然后呢大量的去做自己的一些科技上面的发展不过这当然很美好啦，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往这个方向来走。那《纽约时报》是说可能还不能这么乐观。因为他根据新华社的这个报道的描述新华社是这么说的，他说双方磋商专业、理性、深入而且坦诚。纽约时报就分析中国官媒通常在双方存在着重大分歧的时候，会用坦诚这个词他们也会做各种的这个模拟的这个过去谈判的一些新闻稿找到关键字，如果有坦诚两个字出现，可能中间有一个重大分歧所以很难说这个最后的结果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而另外，中国大陆手上握着稀土这个关键的一些材料那当然其中铧
这个元素哦，据说是主导 F-35战斗机等制造的重要关键，也是美国的死穴哦。这是说，这个稀土里面的铵金属哦，如果没有它的话哦，包括了 F-35就飞不起来了。那另外呢，川普关税继续征哦，这是美国的上诉法院，它允许他继续实施关税的措施哦，就说判决。这个出来之前都可以这样做哦，所以看起来川普哦，这个在第一回合看起来略占上风，可是还没有判决，现在还不知道哦，只是说关税的政策还可以继续实施。而另外呢，高盛的报告说，6月初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缓冲期吗？哦，那个时候呢，增长了9%哦，中国对美国的货运量，很多人都在囤货，都在抢购，现在第二波的备货潮是不是也会降临了呢？这是关键的夏季运输季节来到之前，可能第二波大家囤货又会加紧哦，开始展开，因为90天的宽限期嘛。而另外，我们看到美债危机现在看起来非常的危险。美国的国会预算办公室说，在2025年，就是今年8月中旬到9月底之间哦，部分哦美债哦会有违约的风险哦，所以世界银行也下修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到2.3%哦，是比较低的，本来是1月份的时候是评估是2.7%，现在下修到2.3%哦，少了0.5%。那美国白宫的 AI 事务主任说，主管说，大陆的 AI 模型现在只有落后美国3到6个月，这个紧紧的追在后头了哦。所以如果这个美国不稍微再注意一点，有可能整个市场都会拱手让给中国大陆。而另外呢，今天有一则新闻，有很多球迷也都在讨论，这是来自于 NBA 的马刺队的球星温班亚马，他剃发修行跑去松山少林寺那我看了一下这个报道，大概是10天他有一个10天的闭关修炼。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现在不知道说是有人说你是不是要打造NBA 的第一高僧？这个也很有趣。来，请教赖老师。我们先谈一下严肃的话题好了哈，因为中美的这一次的谈判第一天6个小时谈完，第二天就谈到半夜了。中间贝森特就是财政部部长先走了，那是因为他要去国会接受听证，但是他可以先离开，就代表说关税这个问题双方已经谈得告一段落。未来谜底解开以后，会不会双方再降一点？那我们来看，因为这个看起来问题比它不大。问题比它大的在哪里？问题比它大的是商务部这个部分。也就是说，美国的商务部在这段时间以来，他所做的事，并不是想办法让美国的企业在中国大陆那边多赚点钱，他是想办法让他的企业不要去赚大陆人的钱，所以他是禁止晶片卖出去，禁止核电厂的这个关键零组件卖，禁止发动机卖，他一直在禁止这个、禁止那个、禁止那个，而且禁止的都是高利润的东西，都是非常高利润的。然后就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反正美国的商务部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把中国大陆打趴，让中国大陆发展不起来。那所以这次谈判谈到了最后的深水期了，因为大陆你有卡我脖子的东西，我也有卡你脖子的东西，那就是各类型的稀土。各类型的稀土包括汽车工业所需要的稀土，对不起，你只能依赖中国。造飞机你要的稀土依赖中国，雷达依赖中国，导弹依赖中国，军用飞机依赖中国，你甚至连造军舰你都要依赖中国。你几乎只要能够用到稀土的地方，你几乎都要依赖中国，你没有办法完全自给自足。可是你一少一个元素，你基本上来讲，你那么一个复杂的机器，你就是做不出来。好，所以彼此之间都卡住脖子了。那我个人的推断是这样：为什么不是双方的谈判代表？何立峰的位阶不低喽，然后这个鲁特尼特的位阶也不低喽，他们都是很接近总统的最高领导人的这2位。可是为什么他们不能做决定？那也就是美方提出来的，非要习近平最后拍板定案。同样的，中方提出来的，非要川普才能拍板定案。我大胆估计是什么呢？美国要求的是全方面的解除稀土的管制，就是美国需要多少就能够买到多少，
那这个部分里面当然要大陆最高领导人来做决断。那大陆要的是什么？大陆要的一定是所有你美国的对于中国大陆，从以往你特朗普、川普第1任，拜登第2任，一直到你现在川普的第2任，你这段时间以来10年，将近10年以来，你所有对中国大陆的禁运要全部解除。那这当然也要川普来做决定嘛。而且你要保证未来不会再提出禁止任何科技项。那这个已经是碰到双方最敏感，而且也只能够由双方领导人来做决定的，这才叫框架嘛，不然就不会叫框架了，不需要创造一个框架这个词。那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考量的是，如果你美国拿了我的东西，仓库堆满了我的稀土，结果呢你把合约撕毁了，你又对我限制这个、限制这个、禁止这个、禁止那个，那我怎么办？对，所以这我对你没信任了嘛。那我就不可能让你的仓库堆满存货，所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你几个月的存货，但是你只要什么时候违反，我就什么时候卡你。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永远吃一餐，下一餐看你继续执行，我就再给你量第2餐。没错。来，我们记一下广告。好，请教彬哥怎么看美中？我觉得这个谈判当然，今天股市又涨了，所以表示大家持续还是认为前景相对乐观。对，因为大家都知道中美彼此之间都希望不要再继续战下去，可是问题是彼此能够让到什么地步，那要怎么样达成协议，那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没有这么容易啦，也就是双方一定会达成一个相对缓解的目标。可是你说一下就我的晶片换你的稀土，我不认为有这么简单的事情。这中间有太多的细节要去谈了。这个大家也只能说，我们大概达成一个共识之后，慢慢以观后效。我觉得这个大概才是比较可能的一个状况。那至于纽时说，你用了深入且坦诚，每次只要用到坦诚，就是表示暗藏的。表示双方有立场是没有分歧的，可能意见不一样。我觉得纽时在胡扯了，因为我随便 Google 了一下，他那个习近平跟巴基斯坦也这样讲过，也是坦率，说双方深入且坦诚啊。对啊，那怎样？他跟巴基斯坦分歧也很大吗？不是这样讲啦。那可是双方有没有分歧？有，一定有。不可能两个人能够这么契合，那之前在打什么鬼？对不对？可是你看一个人的态度就知道，你们没有注意到卢特尼克说了吗？他不像过去那样子那么嚣张跋扈了，这一次他也是很谨慎的在回答问题，表示中方确实提出来一些东西，其实他不是那么想接受，但是他也知道大局不容许他一口否决，所以我觉得双方后面还是有得再谈的。那稀土本来就是一直掐到美国死穴的一个地方，你说这个山呢，其实全世界到处都有，到处都有，美国自己也很多，但是问题是，全世界生产量最大的就是中国大陆。OK， 那它又不是单独生成，它是怎样？它是你去在提炼其他的稀土的时候，它顺便弄出来的东西，是副产品，就变成你没有稀土产业，你就不会有这个东西。OK， 就是这样，这才是美国最大的问题。等于美国你想要这个山的话，你必须要建立一个稀土产业，你才会有这个东西。那等你建立起来是民国几年的事情？10年以后最少。是啊，所以这才是为什么他会掐到美国死穴的原因。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只能说美国在跟人家开战之前都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弱点在哪里，就贸然跟人家开战，才会让自己面临这样的一个尴尬的结局。那现在对美国来说，我一直觉得川普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就是正常人你要发动一场战争或是要做一个行动，你都会把优劣利弊得失全部都考虑清楚之后再做。他不是，他选在一个很莫名其妙的情况下，然后对内对外同时发动战争。这是一个超奇怪的抉择，我到现在搞不懂他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可以在这种时候，特别是正常人来说的话，因为你才刚上任没多久，你好歹先等到美债的危机解决之后，你再开始慢慢一步一步发动这个动作。他不是，他就偏偏选在这个时候，大家一起来。我不知道他是想一次解决还是怎么样，他喜欢热闹。对，但是我恐怕他到最后一次解决的是他自己而已。好，我们接一下广告。
好，美中之战，将军怎么看？这个美国的 F-35战机需要中国这个磁铁，这个需要这三菇磁铁的事情，是美国自己在2022年的时候五角大厦所认证的。那时候五角大厦曾经因为有人媒体投诉说，这个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用了中国的这个三菇磁铁来做 F-35战机，然后五角大厦的发言人那时候叫戈梅尔这个人来讲的话，他禁止这个暂停 F-35的这个交付，就是先不跟洛克马丁买。后来洛克马丁也曾尝试想要用别的这种元素来取代三菇永磁的这个磁铁，结果他们发现取不了以后，美国自己将这个中国的这个列为豁免品，也就是说你不接受管制，可以不需要管制哈。所以说他们需要这个是美国自己五角大厦认证的。那一架 F-35总共需要将近23公斤的这个三菇永磁的磁铁。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瑞岑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钳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网红馆长昨天登陆了，他第一站到上海，大家看到他全程都在直播。可是今天第2天，他在马路上面逛街的时候，有一名上海的民众来问他说，馆长，请问你是哪一国人？当下馆长可能还没准备好愣住了，而且苦笑那旁边有一些工作人员呢，就请这一位民众离开那可是后来他回到游览车之后，他透过直播因为他又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回应是什么。陈先生你好，你好，请问你是哪国人？有没有？所以说不止台湾，在我们大陆也是有这种要逼你表态的。好，这个是他在这个马路上的时候，他有点愣住了，他就是有人就是要逼你表态，然后回到游览车之后馆长又被问到同样的问题因为有很多这个网友也上去挑战他嘛，说这个你怎么不回答？你为何不回答？我看台湾现在也发酵了，有一些政客也在说，馆长就是不敢讲到这个中国大陆去之后就不敢讲自己是哪国人了，他就直接也脏话也喷出来了，说我中华民国啊，怎么了吗？这些人真是如何这个就讲了一些很气愤的话，就是又恢复他的一贯他的这个直播那个时候的一个样态。可是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馆长登陆这件事情也许有人觉得没什么啊，可是有些人会觉得说意义重大因为他有很多这个追随者就是在网络上看他的人。昨天晚上据说这个整个同上就有超过27万的人在线看他的直播，看他吃东西，看他逛街。而我们看到对岸有超级多的网友在关注这件事像是微博热搜，馆长居然登上第5名，这个其实很不容易耶。因为中国大陆每天都有很多事情，你要知道他们各种的这个方方面面的事情非常多。馆长登陆这件事情居然可以冲到第5名，算是蛮热门的一个新闻。那在 YT 上面呢，因为好多人同时在线观看嘛，浏览率非常的高所以他登到发烧影片的第1名跟第3名，因为有好几个版本嘛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抖内也很惊人呐。前面14个小时的抖内累积就破30万这个很厉害的在这个直播界也是一个很大的事情。那馆长说我就是要到大陆去，要戳破民进党对不起，戳破民众党的谎言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民进党看这个厕所很 fashion， 而且有门呢，你有没有看到有门呢？天哪，厕所居然有门！民进党真的有病，真的。我是统战看板啊，怎么我身边很多官员啊，哪有官员？靠背很舒服啊，有靠背啊。看一下他们的道路我们现在看一下他们的道路，平整，对不对？很平嘛。你看他们的路面，看他们的经济状况，这边开什么车，然后看他们路平不平，然后有没有遵守交通规则，你们可以看他们基础建设大家来看一下。这是这个馆长第1次到中国大陆去所以他看什么都非常新鲜。那当然，过去如果有一些
其他的印象在他的脑子里，他就会说，我过去是被骗了吗？什么这个马路很不 OK 啊，这个或者是说厕所没有门啊，这些他过去的印象大家知道过去他对中国大陆也是有一些很多的批评。那某种程度他得到了解惑那当然上海是一个大都市，中国真的非常的大，每个地方的地形地貌、人情风味都不一样。总之，馆长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所以他说我要戳破民进党的谎言这个大概是他第一天的一个整个的结论那我们看到呢，也有当地的一些民众说，要释放柯文哲啊！馆长就说赖清德的坏大陆都知道，因为他说有一些粉丝是当地的粉丝还穿上 KP 的衣服所以他觉得很感动。因为大家知道馆长现在是很挺柯 P 嘛那也希望把这个柯 P 的这个司法上面的一些这个不清楚的地方给厘清那另外呢，也有人表达说希望柯文哲可以早日重获自由，并且喊出柯文哲加油。所以这个陈之汉就说民进党丢不丢脸，连大陆人都知道你们在搞哪一套，真是丢脸。赖清德的坏大陆都知道，丢脸丢到家里了丢到大陆了。那中国的思想现在可能他们要这个洗刷某一些恶名所以他的手法也改变了，他现在就是大量的邀请网红。不过这个馆长是自己去的国台办也说是他自己自费自己去的。那中国大陆现在是邀请美国的网红免费游游中国大陆10天，展示真实的中国这个也很厉害，网红的影响力真的是超乎大家的想象所以像是馆长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力大家就可以看到了。来，彬哥怎么看呢？我觉得。当然我知道现在因为馆长被人家问你是哪国人，愣了一下之后，现在绿营的一些这些傻鸟啊，这些反正动物畜生类的就开始大做文章。那可是我必须说，正常人都会愣一下吧，因为我要思考一下，你到底是想要做什么？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异乡，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其实我跟你讲，不要说是他啦，今天如果你走在台湾街头，有个人突然之间问你说你是哪国人？我会怀疑这个人是谁，对，你会想说干嘛？他是有什么目的，想要干什么？我觉得人会有这种想法很正常那后来也说他就是中华民国，这样就够了。那如果你们要用这种去检验馆长的话，那麻烦你们这些青鸟、黑熊、蟾蜍，你们到中国大陆去喊一下你们是台湾国人好不好？你们去试试看嘛，对不对？你去做给我看啊！而且我提醒大家注意记不记得当初马英九去的时候，民进党是怎么呛他的？你不敢讲中华民国啦，你怎么样？你敢表态吗？你敢讲了我就怎么样？结果马英九就讲了，而且讲了好几次。那请问一下，他发生什么事了吗？也没有。那请问一下，那一些青鸟、黑熊、蟾蜍就因为这样闭嘴了吗？也没有。所以我老实说，馆长根本不用理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就是因为你去了中国大陆，让他们看到中国大陆的一些实况，让他们发觉自己的谎言被拆穿了，所以现在气急败坏，到处想要找茬找麻烦而已。你知道这2天你在 Threads 上面，你可以看到一大堆想尽办法想要去找馆长的破绽的人。然后更好笑的就是，他们一方面呼吁大家都不要去看馆长直播，不要增加他的流量，然后每一个人都看了，每一个人都在讲细节，每个人都在看。不是你如果不看，你怎么知道他做了什么？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所以你们这些笨鸟都在帮馆长增加流量啊！我跟你讲，我就没看。你没看？我没有看我都有看，你没看？因为馆长昨天去的时候，我自己在做直播，然后他把我的观众都抢走了，所以你很生气？没有啦，其实说真的，我没有耐心看很长的东西啊，所以我当然而且媒体都会报道嘛，所以我也不用自己看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样。我早上有稍微去晃一下，记得早上大概7、8点的时候，他已经140万了，累积140万。吓我一跳，我是在线的。在线140万还得了？吓死我！其实我跟大家讲，昨天他最高峰到27万。对，蛮高的。对，你知道那个甲亢哥啊，当初也是造成一股旋风，他最高多少？你知道吗？多少？16万而已。真的所以他比他还高所以表示馆长这件事情确实不仅是在台湾引起瞩目，我相信对港澳、对中国大陆都引起很多人瞩目。那你要知道很有趣的是，因为昨天我自己在做直播，很多人说其实很多人不知道馆长是谁。你说大陆人还是大陆的朋友，他们不知道馆长是谁，大部分都不知道。真的所以他们很好奇，想要知道这个人到底干嘛的。你知道？然后所以才会出现那一幕，就是3立就拿来出文章了。你知道3立做什么文章吗？
他说大陆网友在嘲笑馆长，因为馆长不是说大陆高铁有靠背啊，哇，这个机场好漂亮啊，那个厕所很 fashion， 还有门哦。三立居然拿这个东西来做文章，人家馆长明明就是在嘲笑你们民进党过去的言论，因为你王一川不是说高铁没靠背吗？那王一川你要不要出来解释一下？人家现在现场直播给你看了，那人家那个上海厕所就是有门啊，你们民进党过去怎么说的？然后有一些根本不是馆长讲，馆长只是说，上海交通看起来不错。结果呢，你知道很多网友歪楼到哪里？他说他看到上海的马路好漂亮，好平直，而且没有坑坑巴巴，不像台北啊这些地方。那这就是我们自己要去检讨的地方。我一直觉得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中国大陆不是每个地方都很好，中国大陆当然也有很差的地方。对，那有很差的地方，我们如果看到，就自己要警惕，不要让我们自己变成这样。如果人家比我们好的地方，我们就赶快学习改进嘛，不就是这样子而已吗？大家互相砥砺求进步。那最可悲的是那些不敢看的人，那些不想看、不敢看，所有的事情捂住眼睛就不敢相信的人。请问一下，你们现在还要告诉我这些都是 C 的吗？你不会告诉我说那个马路是在馆长去之前连夜铺成的吧？你不会告诉我这些事？旁边有灵眼呢。对，觉得有的人甚至直接的告诉你啊，那些都纸糊的，都是搭出来的。那你要这样相信也 OK 啊。但是我觉得这改变不了客观的事实。所以馆长去，你说他一定会造成什么旋风吗？也未必。但是我觉得他让台湾很多年轻人，他可能没有机会去过中国大陆，可能他对中国大陆的印象停留在民进党不断给他洗脑灌输的这些地方。那现在透过馆长的直播，能够看到中国大陆相对真实的一面。那至于那些很多人说你为什么不去拍中国大陆比较落后、比较烂、比较惨的地方？老实说啦，台湾有没有很落后、很惨、很烂的地方？有啊。你喜欢外国人来拍你这些地方吗？如果你喜欢的话，那我没话讲；如果你也不喜欢的话，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我也不觉得这种直播就会到此为止。未来我相信会有一些网红啊什么，他搞不好就会去拍一些大陆比较差的地方。那你们也可以看到，我觉得我们不用闻过是非，也不用去歌功颂德，都一样的。大家重点是在于你要了解真实的对岸、真实的大陆是什么样一个环境。我跟你讲啊，就算你真的把中国大陆当敌人，你是不是也应该了解你敌人多一点？不要对你的敌人存在错误的影响。我觉得这才是比较正向的思考。对，中国大陆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也有很多我们觉得不 OK 的地方，都有啦。其实你到网络上去看，已经很多人拍出来了。如果你够用功的话，来，其实你到哪一个国家，到哪一个城市，都有我们喜欢的地方，也有我们不喜欢的地方嘛。你不管你到巴黎、到伦敦、到纽约，你到洛杉矶、到旧金山。其实都一样嘛，都有我们觉得可以学习的，也都有我们觉得这个地方不 OK 啊。例如说，当你到纽约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的地铁又脏又乱又臭；当你到这个旧金山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怎么满街都是游民，你还是会有看到你不喜欢的地方，可是你也会看到，哎呦，它的历史建筑，哎呦，还蛮漂亮的，城市规划觉得还蛮赏心悦目的，都有嘛。但问题就在于，我们要评估的是整体来说。如果以整体来讲，坦白说，台北市是我们台湾是除了新竹市以外，那么最富有的，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政治经济的中心。如果我们以整体来做评估，跟大陆比的话，台北市大概是大陆的2线到3线城市之间了，1线城市都够不上，顶多就是2线城市，那已经算是很勉强达到2线城市的这个列车，但是基本上是吊车尾的。我想你如果常去大陆，去到处去走走，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台湾落后大陆已经落后相当的距离。也就是因为普遍性的、全面性的含高等教育哦，你看台湾的高等教育在全世界的排名已经越来越难排进去，而中国大陆在全世界100大排名有多少？亚洲前10名的大学，台湾1所都没有，日本才1所，而且还吊车尾，其他的都是大陆跟香港，还有新加坡，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大陆拿走。我们可以看到，大陆事实上是在全方面的进步了，台湾是全方位的退步。那为什么？从李登辉以来就内斗到现在，台湾斗了20-30年，还在斗下去嘛？那我们因为不停的在斗，连这个身份都在斗，我都觉得很荒唐。国父1911年革命成功，我们就一个名字叫做我们都是中国人。我想从1911年都没有问题。
日本战败投降，1945年，台湾跟两岸之间统一了，我们中国只有一个中国，我们都叫做中国人。1949年以后，还是只有一个名字，叫做都是中国人。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简称中国，台湾中华民国也是简称中国，都是简称中国，都是中国人，有什么困难？只是在大陆的就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在台湾的就叫做中华民国国民，就这么简单嘛，一个名字而已，就叫做中国人，没有其他的人啊。来，将军，其实这次馆长到大陆去哈，这个我相信会让年轻人对大陆他们的实际状况有深刻的了解。那其实跟大陆之间的这种关系，我个人有很深的感慨哈，因为我父亲是大陆来台的第一代，我个人是第二代，当然我接触到我的小孩他们来讲的话，大概第三代。其实这三代人对大陆的印象各有各的看法。第一代人他们是对大陆怀着家乡的感情哈，那个时候后来在80年代的时候，由于蒋经国先生开放老兵回家探亲哦，那时候老兵回去，我爸他们那一代回来给我们的感觉是大陆还是很落后，因为经过那段时间还没有这个经济还没有建设，也感觉很落后。那个时候我个人来讲，在金门经常拿望远镜瞭望大陆厦门，也看到对岸是一片这个等于说是荒野树林沙滩了哈，几乎没有什么建设。可是到我们这一代来讲的话，其实对大陆还是有感情的，因为我们受的教育是中国传统的历史地理的教育，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大概会到大陆去旅游。那我们希望去看看故宫长什么样子，对不对？这个兵马俑是什么样子？我们会怀念当时的秦始皇如何一统天下，我们也会去看当地的这种设施。可是等到我们这一代快要这个比较这个到了某一种年纪之后，突然有一种说法啊，那时候我听到有一种说法，说是这个中港台三地哈各有不同，台湾是有文化没有有文化没有文明，说香港是有文明没有文化，大陆是又没文明又没文化，那时候确实有这种说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台湾自认为自己这个是有故宫博物院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那大陆因为搞这个文化大革命，所以将很多固有文化都洗干净了，就比较没有感觉上面没有中华文化的那种感觉。那香港觉得他们科技比较发达，但是现在平常讲，你到大陆去看，你会发现这个人家大陆这确实是既有文明又有文化。那这次去的话，我们必须要讲确实给台湾很大的震撼。为什么？你去不信？我们现在用年轻的这一代，其实他们比较旅游喜欢去的地方是日本或者是韩国甚至于东南亚，他们比较对大陆比较没有兴趣。但如果说是馆长这次去了这一趟以后拍的这些实况，会不会让现在我们台湾的年轻人会有对大陆存了一种想法？会愿意去那边实地走去那边看一看，我觉得这是这次馆长去最大一个收获在这边，然后促进两岸年轻人可以互相来往，最重要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国家都有好跟坏，的确要你自己去看，亲眼所见，你才能够下评断这是我自己跑新闻跑这么多年，我自己一个最大的感触。你要到那里去当地，你自己了解，你才能够下这个断论。